今天我们聊零极限跟佛教的阿赖耶识之间的关系。零极限来自夏威夷的古老传统仪式 Ho'oponopono。零极限现代版本里最核心的一个信念就是，你现在所遇到的一切问题，不管是人际关系的冲突、身体的疾病、事业的不顺，都不是外面的世界出了问题，而是你内在记忆的投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是去改变外在的人事物，而是要对内在进行清理。透过不断重复那4句话：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让潜意识里累积的记忆归零清空，问题自然就消失。这让很多人马上联想到一个佛教专有名词阿赖耶识，因为在佛教唯识学的架构里，阿赖耶识正是那个承载一切业种习气的根本识，它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经验、行为、念头的总仓库。玄奘法师翻译的《成唯识论》里就讲得非常清楚，阿赖耶识有3个重要的功能：能藏所藏，不爱之藏。能藏就是它能够收藏一切种子，所藏是它被前期时所熏习而成为种子的储存所。不爱之藏是第七末那时，把它当成自我的根据地而执着不放。阿赖耶识一方面储存你过去所有行为跟心念熏习下来的种子，另一方面当因缘成熟的时候，这些种子又会现形成你眼前看到的世界，遇到的人，碰到的事。所以你现在经历的顺境或逆境确实不是凭空出现，而是过去长期累积的因缘成熟之后所显现出来的结果。这点在逻辑结构上跟零极限所说的外在是内在的显化确实非常接近，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2个系统好像在讲同一件事情，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在表达而已。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就会发现它们虽然表面相似，实际上却是2条完全不同的路。首先，最明显的差异就是他们看待内在记忆的方式。零极限把内在记忆当成可以被清理、被释放、被归零的对象，你用爱、感谢、忏悔去对待、清理这些记忆，希望它们能够松动、淡化，最后消失。你把内在记忆当成一个需要被疗愈的部分，就像你在安抚一个受伤的内在小孩一样。从心理的角度来看，这个方法确实可能带来某种心灵上的释放跟情绪上的安定，尤其对那些长期压抑内在创伤或习惯性自我批判的人来说，这种温柔对待自己内在的方式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但这与唯识论看待阿赖耶识的方式并不一样。解深密经跟瑜伽师地论这些核心经论的脉络里，阿赖耶识不是一个需要被安抚或者被清理的对象，它是一个需要被认识、被观察、被看透的现象。佛教要你去看的不是怎么把记忆清理掉，而是去看清楚记忆本身的性质，看清楚它是怎么升起的，怎么运作的，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就像是仓库里面的货物，它们会不断的进进出出，前一刻熏习进去的种子，下一刻可能就现形出来，这是个持续流动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本身是无常的，是因缘和合的，是没有一个固定实体在那里主宰的。佛教要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无常性、空性、无我性。当你真正看清楚了，你就不会再执着什么或改变什么，因为你明白了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显现而已。第2个重要差异是他们对于自我的态度。零极限的操作方式其实预设了一个清理者，我的存在，我可以透过说那4句话来改变内在的状态，我会因为记忆被清空而得到平静跟自由。这个我在整个过程里是清楚存在的，我是行动的主体，也是受益的对象。但佛教恰恰要处理的就是这个我的问题。在唯识学的框架中，我们之所以会有我的感觉，是因为第七末那时一直把阿赖耶识误认为是我，于是产生了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4种根本烦恼，这才是生死轮回真正的动力来源。所以佛教修行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破除这个对我的执着，看清楚所谓的我只是五蕴暂时聚合产生的一种错觉。当你越是执着在我可以清理、可以改变外在的信念，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你其实是在巩固这个虚假的自我。这并不是说零极限是错的，而是说2者关注的焦点不同。零极限关注的是让这个我在世间活得更好、更平静、更和谐，它的目标是改善你的内心状态与外在环境。佛教关注的则是这个我本身到底存不存在，它要带你去看的是生命的本质存在的真相，它的目标是彻底的觉悟跟解脱。这就像是一个是在帮助你把房间整理得更舒适，另一个是引导你去看清楚整栋房子的结构跟本质，2者都有价值，只是层次不同。
目标不同而已。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对比，就是神秀禅师跟六祖慧能那2首偈子的故事。神秀写下：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回应：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对比跟我们今天谈的灵极限跟阿赖耶识的差异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神秀讲要把心当成镜子，时时刻刻去擦拭它，不让灰尘积累在上面。你的心本来是清净明亮的，但是会被外在的尘垢污染，所以你要不断的清理，不断的用功，保持它的干净。这个思路其实跟灵极限的逻辑非常接近，但六祖的偈子就把整个视角翻转过来了。他讲，你以为有一面镜子需要擦拭，但其实连那面镜子是否真的存在都是你的假设。既然本来无一物，哪里还有灰尘可以附着呢？这个见解是直接从空性的角度来看，但不是说心不需要修，而是说先看清楚心的本质，看清楚它本来就是空，是无自性的。但这不是说神秀错了，慧能对了，而是说这是2种不同层次的理解。神秀的方法适合大部分的人，因为它很具体实在，它让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就是持续精进，持续修持，这对建立修行的基础非常重要。慧能的见地则是直指核心，不被表象迷惑。这里要特别注意一点，六祖说本来无一物，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做，这不是可以随便过日子不用修行的理由。相反的，六祖自己的修行是非常精进的，他在开悟之后还在猎人队里躲了15年，深化他的体悟，后来出来弘法也是非常认真的指导学生。本来无一物是一种见地，是一种看事情的方式，但不代表你可以放弃修行精进。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实践的方式来看2者的差异。灵极限的实践非常简单明确，就是不断重复那4句话：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不需要特别的知识背景，你只要愿意开始说这4句话，就可以开始实践。这种简单性是它的优点，让很多人可以很快上手。但对阿赖耶识的认识跟转化就需要系统性学习跟修持。你要先理解5位百法、80规矩、种子熏习、因缘果报等基本概念，然后要透过实际的修行去体验跟观察，要在定中去观察心识的运作，去看种子是怎么现行的，观察烦恼是怎么升起的，执着是怎么形成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善知识的指导，需要持续的用功，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情。阿赖耶识被提出是为了解决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切法都是无我的，都是刹那生灭的，那么业力怎么可能跨越时间产生果报？记忆怎么可能被保存？生命怎么可能有连续性？阿赖耶识就是作为一个能够说明因果相续的理论模型被提出。最后举个例子，具体说明这2者如何面对处理问题。假如你对某个人有怨恨，灵极限会说，你要对这个怨恨的记忆清理，并负起完全的责任。佛教则会说，你要去观察这个怨恨是怎么升起的，它是由哪些条件组合而成的。当你看清楚它只是因缘暂时聚合的现象，这个怨恨自然就失去了力量。那么这2个系统可以并用吗？还是说选择其中一个就好？这要看你现在的状态跟需求。如果你现在受情绪或生活困扰，内在有很多冲突，那灵极限可能是一个合适的起点，它可以帮助你软化清理那些潜意识里累积的伤痛，让你的心理状态与对外在环境的感知先稳定下来。等到你的情绪比较平稳了，生活比较有余裕了，再来接触佛教的教法，你可能会有更深的体悟。反之，如果你之前先接触到的是佛教的修行法门，那灵极限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处理尘世问题的方法，它不会跟佛法修行冲突，反而可以让你的修行无后顾之忧。那么这一集就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探讨或了解这类议题，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再见。